到看到辉宝今天给福宝爬了3年都没弄坏的小树给抠坏时，我才明白，原来辉宝的淘气并不是像福宝，而是直接超越了福宝。宝家后代的破坏能力是以递增趋势增长的，福宝爬了3年的小树都盘包浆了，都没弄坏掉。辉宝出门才1个月就给小树抠下来一块。辉宝抱着自己抠下来的树皮一顿啃咬，但这时爱宝看到了，走到辉宝身边问辉宝怎么这么调皮，为什么把小树弄坏了。福宝小时候姨姨们总说福宝的每顿揍都不是白挨的，而辉宝这里怕是要替福宝姐姐延续这句话。一会儿爷爷给辉宝抠下来的树皮拿走了，辉宝则又给小树重新抠下来一块，但饲养员们怕辉宝玩耍树皮扎到自己，于是圣熙阿姨代替爷爷来到了园区，将辉宝手里的树皮拿走，顺便检查了一下树上的其他树皮，确认辉宝还能不能再给其破坏掉。因为树皮被抠下来后，树杈可能会扎到姐妹俩，爷爷必须要对其进行处理。这下辉宝又给爷爷创造了额外的工作，等下班后，爷爷们又要加班给小树进行打磨了，亦或是圣熙阿姨会偷偷为辉宝进行善后工作。毕竟福宝小时候惹祸了，圣熙阿姨就会偷偷给福宝进行善后，防止将爷爷看到后批评福宝。而乐宝看了这些则表示，这些都是孩子行为，这不得不提乐宝当年一战成名的事情。作为大熊猫界唯一一个把自己奶爸手机拍坏掉的大熊猫，这些小儿科的淘气根本不值得一提。那年只见宋爷爷举着一根自拍杆伸向了乐宝的园区，当时宋爷爷用的还是水果手机，乐宝瞄准宋爷爷水果手机就是一巴掌，然后对着奶爸说，三星地盘你用水果手机，这算怎么回事？乐宝这一巴掌打出了财阀的影子，就在宋爷爷一脸茫然时，乐宝直接转身潇洒离开。不过没过多久，三星就给宋爷爷换了新手机，自从这之后2个爷爷的手机就没再自己买过。乐宝这一拍直接给2个爷爷创造了一个新的福利出来。今天宋爷爷和江爷爷休息，早上福宝的姨姨来到园区为福宝放置竹子以及清理饮水盆。姨姨离开后，福宝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今天姨姨给福宝放置的小零食是窝头，窝头对于福宝来说可谓是珍馐美馔，好吃到掉落在身上的窝头碎渣福宝都得舔舔。福宝一不注意掉下来一块大的碎渣，福宝一看心想这可不能浪费，急忙低头去捡。福宝低头舔了半天还是没够着，还让其溜到了屁股下面。福宝继续弯腰去捡，在福宝一阵忙碌下，终于给窝头碎渣吃到了嘴里。福宝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窝头吃完，福宝伸手拿过身边的竹子又吃了起来。吃到最后，福宝感觉肚子太沉了，一个侧躺倒在了小木床上。福宝表示躺着吃更省力气。福宝吃饱后，宠粉时间到了，福宝一路小跑来到了坡下的玻璃前，和姨姨们打着招呼。开心的福宝还挥动小手和姨姨们说早上好。跟姨姨们打完招呼后，福宝来到了小亭子上，抱着小树一蹦一跳的来到了树杈上。福宝乖乖坐在树杈上望着通道门口。福宝听到通道门口有动静，急忙从树上下来，来到通道门口坐等。没一会儿，姨姨就将通道门打开了。宋爷爷将竹子一点一点的放在福宝屁股下面，爷爷的目的是方便福宝吃竹子。宋爷爷直接将竹子递到福宝的嘴前，福宝接过爷爷的竹子，坐在小滑梯上乖乖进食着。爷爷拉着福宝给福宝转了个圈儿，福宝被爷爷弄得还挺开心的。宋爷爷将另外的一捧竹子放在福宝身后，爷爷让福宝坐好慢慢吃。福宝试着爷爷在摸自己，一下向后倒去。福宝想躺进爷爷的怀里，让爷爷陪自己玩，但爷爷还有事情要忙，便离开了。福宝一个转身看向爷爷，福宝想让爷爷留下来，而福宝的这个转身给竹子全弄掉了。爷爷看到后折返回来，将福宝的竹子捡了起来。福宝看到爷爷回来了，也坐了起来。福宝接过爷爷给的竹子，开心的吃着。福宝这可爱的样子简直和人类小孩一模一样，古灵精怪的。福宝迎面晒着太阳吃着竹子，画面看上去既温馨又可爱。福宝吃完竹子后来到小滑梯下面，福宝蹲在从滑梯上掉落的竹子堆里，开始拉青团。福宝拉青团时，小眼睛四处观察着，不知道被人围观拉青团到底是什么感受。好在福宝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这要是放在人类身上，被人围观那不得找个地方直接钻起来。福宝拉完青团后，还大方地走到窗前，和围观自己的游客们打招呼。福宝在园区兜兜转转，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小滑梯上。福宝在上面看着园区，思考着自己玩点什么好呢。而与此同时，乐宝这儿也正在营业。乐宝给自己倒挂在树缝里，玩耍着奶爸给自己挂在树上的大竹筒。不过等乐宝想给自己坐起来时，却突然发现有点难度了。乐宝为了缓解尴尬，
又继续假装自己是在玩竹筒，而实际上乐宝是为了给自己恢复一下体力。等乐宝感觉自己体力恢复差不多后，再次尝试。这次乐宝灵巧地抓住了一旁的树干，成功给自己挣脱了出来。挣脱出来后的乐宝开心地对着树枝给自己做了一下标记，看起来乐宝是真的喜欢奶爸给自己的这个玩具。乐宝在树缝中辗转腾挪，表达着此刻自己开心的情绪。根据爱宝乐园的消息，双胞胎熊猫宝宝的姓名将在其100天的时候公布，而现在每天投票的人数依旧很多。今天依依来看福宝时，福宝正在树上用小脚给自己挠痒，福宝肉嘟嘟的样子简直太让人喜欢了。福宝给自己挠完痒后，对着姨姨们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窗外的姨姨们看到福宝打哈欠的样子，自己也忍不住想打。打哈欠是有传染性的。福宝坐在树上尽显可爱，每一个动作都萌萌的。福宝在树上玩耍够后，来到了小亭子旁。准确的说，应该是福宝想回家，但发现通道门没有开，福宝只好在小亭子旁等待。不过福宝这次等待的时间不算太久，爷爷便将通道门打开了。福宝开心的回房间休息。等福宝再出来时，小亭子上又放置了满满的竹子。福宝坐在小亭子上，细嚼慢咽的吃着。福宝的小眼睛炯炯有神，直勾勾的看着窗外，但是手上和嘴上一直没有停下，不断的给自己的嘴里放竹叶。依依看了福宝5分钟的吃播之后，去重新排队。等依依排队完回来时，已经快到福宝的下班点了。福宝此时已经等不及的来到了通道门口，等待通道门的打开，自己好回家。而爷爷为了稳定福宝的情绪，给福宝送来了一桶新的竹子，想让福宝一边吃一边等。一开始福宝并没有要吃竹子的想法，只是一直蹲坐在门口。但福宝没想到爷爷久久没开门，而福宝也着实无聊，福宝只好用身旁的竹子来打发时间。福宝挑拣着身旁的竹子，福宝吃上竹子后，神态看上去明显轻松了许多。相信福宝吃完竹子，爷爷就会给福宝开门了。宋爷爷正在收拾福宝刚才破坏的乱七八糟的竹子，爷爷为了安抚福宝，这次特意给福宝带来了大块的胡萝卜和窝头。宋爷爷将小零食放好后，将零零散散的竹子收拾好。福宝这次没有吃多少，全给竹子浪费了。之后宋爷爷将竹子扛走，刚进门发现给福宝遗漏了一根竹子，又立马跑出来给福宝放好。宋爷爷离开后，福宝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福宝一个100米冲刺，用自己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小亭子上。福宝已经迫不及待的去吃自己喜欢的胡萝卜了。吃上胡萝卜的福宝明显没有了刚才的浮躁，心情也好多了。早上时，福宝对着已经褪色的竹子风铃一阵拍打，这时福宝的怒气值开始逐渐上升。福宝对着竹子风铃连拉带拽，但这依旧无法平复福宝内心的浮躁。福宝围着园区环绕1周，然后一路冲撞来到通道门口的小树丛前。福宝藏在小树丛里观察着，对着小树又来了一口。福宝的无名怒火并没有因此结束，福宝又来到了小亭子上，抱着树干站了起来，再次啃咬绳子，但这并不解气。福宝又对着竹子一阵拍打，这样看上去或许会被认为福宝这点动作其实还挺可爱的。那再来看看打开原声后的吧。福宝拍打的小亭子咚咚作响，直到爷爷喊福宝，表示自己马上就给福宝把通道门打开。不过福宝越来越机灵了，表示自己在看不到通道门打开之前不做一点妥协。福宝又走到了通道门口的围栏前，爷爷要是再晚一点，福宝就要跑到观景竹里去搞破坏了。直到福宝听见一声闷响，通道门打开了，福宝立马跑回了家。乐宝在门口不断徘徊，急切的想要回家。乐宝趴在门口嗅来嗅去，试图穿过铁门去闻里面的气味，以此来得知奶爸有没有在附近。乐宝闻了半天，并没有闻到奶爸的气味。无聊的乐宝盯上了园区的观景竹。就在围观的游客们以为乐宝要对观景竹下手时，乐宝却将其放开了。乐宝是懂如何营造悬念的。亦或是冬天到了，园区里的观景竹都已经枯黄了，气味明显大不如前。乐宝对其也没了兴趣。乐宝来到小亭子上，给自己宝贝的小树添加了一层标记。乐宝围着园区走来走去，时不时到通道门口看看有没有开门。乐宝的生物钟一向是很准的，爷爷没给乐宝开门，看样子是有事情在忙。好在乐宝阳光大度，并没有像福宝那样对着园区搞破坏。经过乐宝数分钟的等待，奶爸终于给乐宝把门打开了。不知道乐宝回家后，奶爸会怎么弥补乐宝，毕竟这也算是加班了。而福宝这儿今天吃竹子时，许多姨姨发现福宝长高了，难道是爷爷给福宝在小木床上安装小板凳了吗？福宝嘴上的竹子还没吃完，另一只小手便去拿新的竹子。福宝的小手灵活的像人类的手一样，
竹子拿起来后，福宝刚才嘴里的竹子也咀嚼完了。福宝赶紧给自己接上这根新的。福宝吃饱后才发现，原来福宝长高是因为福宝这次是蹲着吃的竹子，没有坐着吃。福宝真的越来越有人样了。福宝吃完竹子后，和爸爸乐宝一样，先是给自己心爱的小树巩固了一下标记，之后福宝来到小树上玩耍。福宝倚靠在树上，福宝的后背都起褶子了，感觉福宝的外套都松掉了。一会儿姨姨再回来时，福宝坐到了通道门口。福宝抬着头看着姨姨吃竹子，福宝的小眼睛像是会说话一样，像是要和姨姨一起分享。福宝的心思全在眼睛里，福宝瞪大眼睛的样子像是要探查世界。不过今天姨姨没看到福宝回家时的样子，园区便关门了，因为这天是2个爷爷直播时的日子。爱宝提溜着福宝的小脑袋瓜，一下就给福宝锄地下了。福宝捂着小脑袋，直接低头认错。虽然此时的福宝还不知道错哪儿了，福宝一边低头认错，一边向后撤退，但爱宝一直紧紧咬着福宝不想松口。接下来福宝一个侧躺，成功从妈妈口中给自己的皮套挣脱了出来。福宝挣脱出来后，迈着小碎步，又打算去爬小滑梯。爱宝立马回头咬住福宝的小腿，福宝没站稳，一下坐了下来。姨姨们在窗外担心福宝会不会崴着腿，不过下一秒福宝直接踩在了妈妈的身上。姨姨发现刚才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爱宝则始终守着小滑梯，每当福宝想去爬时，爱宝就会阻挡福宝，不管福宝走去哪儿，爱宝都会给福宝拉回来，想让福宝一直陪在自己的身边。爱宝被福宝屁股上的气味深深吸引，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福宝则被妈妈闻得害羞了，赶紧溜走了。一会儿爷爷来到园区，福宝赶紧跟爷爷告状。福宝抱着爷爷的手臂，哭诉刚才妈妈是怎么打自己的。下一秒福宝听见门响，胆小的福宝立马跑到了树上，原来是圣希阿姨进来给福宝收拾竹子了。圣希阿姨收拾完竹子离开，而将爷爷给福宝处理了几根竹子后也离开了。福宝看到俩人都离开后，这才从树上下来。福宝从树上爬下来没一会儿，将爷爷又回来了。这次爷爷给福宝带了一块大胡萝卜，福宝抬头一口咬住大胡萝卜，藏起来啃了起来，将爷爷宠溺地摸了摸福宝的小脑袋。福宝坐到树杈中吃胡萝卜，而爷爷则为福宝剥着竹子。福宝看到爷爷的手里还有好吃的，手上的胡萝卜立马丢掉，前来抢爷爷手里的竹子。而此时将爷爷还没有把竹子剥皮，福宝已经等不及了，跟爷爷撒娇耍赖，表示让爷爷赶紧给自己。将爷爷快速将竹子包好递给福宝，福宝这才心满意足地停止撒娇。但福宝接过竹子后只咬了一口，就给竹子掉地上了，将爷爷给其捡起来再次递给福宝，而福宝又接着给竹子扔到了地上。福宝的竹子变成了你扔我捡的游戏。而爷爷见福宝没有吃胡萝卜，便将胡萝卜放在了爱宝的小木床上。爷爷看福宝不想吃竹子，表示让福宝等妈妈来了吃奶吧。宋爷爷今天又给双胞胎熊猫宝宝写日记了，这个日记放出来时，双胞胎熊猫宝宝的名字已经诞生了。宋爷爷在日记中提到，当自己看到投票结果后，自己第一时间就跑到了双胞胎熊猫宝宝面前，叫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一起欢欣鼓舞。以后爷爷就不用再喊大宝和二宝了，可以直接喊瑞宝和辉宝了。宋爷爷表示，希望自己和熊猫宝宝在一起的日子里，愿其能够成为像名字一样，一个有睿智而闪亮的宝藏。之后宋爷爷写道，今天在揭晓2个熊猫宝宝名字的仪式中，气氛很是热闹。在文中，宋爷爷特意提到自己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上手给熊猫宝宝尝试喂奶粉，表示自己这是第一次给这么大的熊猫宝宝喂奶，所以自己很小心，有特别的注意。例如要注意熊猫宝宝在吸吮奶嘴以及吞咽奶粉时，要注意其不能进入呼吸道。为此，宋爷爷会小心的用手给熊猫宝宝包裹住嘴巴，以免空气混入嘴中，同时控制奶瓶的角度、力度以及进食的流速与稳定性，也都要严格注重细节。爷爷表示，在这个环节要把自己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身前的熊猫宝宝身上。这张图是宋爷爷喂完熊猫宝宝后，正在给熊猫宝宝拍背，辅助其打嗝。但有趣的是，宋爷爷身后的显示器上，爱宝好像正和爷爷做同样的事情。日记的第2部分，宋爷爷提到了2只熊猫宝宝的体重，与刚出生时相比，现在2只熊猫宝宝的体重已是当时的30倍。第3部分，宋爷爷提到了熊猫宝宝最近正在长牙齿，不过韩语直翻有些问题，大体意思是瑞宝的长牙速度比辉宝要慢一些。而现在熊猫宝宝们的牙齿称为乳牙，等7、8个月左右时，熊猫宝宝们的乳牙会脱落，然后慢慢的开始长恒牙，就像人类的牙齿一样。而大熊猫的恒牙一般在32至36颗左右。
而第4部分，宋爷爷则分享了熊猫宝宝们的一些细节照片，这是辉宝的眼睛和嘴巴，而这个则是瑞宝的眼睛，大家能分辨出来吗？还有他们的屁屁。除此之外，宋爷爷还在里面提到，最近2只熊猫宝宝尿量变多了。最后，宋爷爷表示自己会照顾好2只熊猫宝宝的，让大家放心。此时体重已经128斤的福宝还硬要趴进妈妈怀里吃奶，妈妈不给吃的话，福宝就哭闹。福宝紧跟妈妈，一有机会，福宝就钻到妈妈的身下来一口。福宝全然不顾及自己形象，爱宝对福宝说：“这让窗外的姨姨们看了都笑话你。”福宝不听，依旧是妈妈走到哪儿，福宝就跟到哪儿。一会儿，爱宝走到饮水盆前喝水，而这刚好让福宝钻了空子。福宝趁妈妈喝水的功夫，钻到妈妈怀里，猛吃了几口。一会儿，爱宝给自己藏到了滑梯下面，不过福宝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福宝拼命往妈妈怀里钻去。福宝今天不吃竹子，就是要吃奶。爱宝从滑梯缝里钻了出去。爱宝离开后，福宝一脸懵，刚才只忙着埋头吃奶了，没看到妈妈去了哪。福宝抬头四处张望，就是没看到妈妈在哪儿。福宝试图爬到高处，这样看得更清楚。福宝观察了半天，就是没回头。福宝失落地低下头，福宝找不到妈妈了。就在福宝坐下时，福宝一回头发现，原来妈妈就在小木床上。福宝爬到滑梯上，打算偷袭妈妈，但恰好此时爱宝吃完竹子了，打算离开，母女俩就这样再次错过。爱宝头也不回地走向通道门口，根本不想多看福宝一眼，而福宝则呆呆地坐在滑梯上，看着妈妈离开的背影。福宝些许有些失落，这下福宝彻底吃不到奶了。不过好在宋爷爷这时来到了园区，宋爷爷将胡萝卜放到福宝嘴边，看到福宝张嘴，接着又给胡萝卜拿走了。福宝心想，妈妈不让自己吃奶，爷爷也要欺负自己，这日子没法过了。但失落归失落，宋爷爷离开后，福宝来到小木床上，吃爷爷刚才带来的胡萝卜，心里再难过，但饭还是要吃的。福宝妥妥给姨姨们上了一课。福宝吃着吃着躺了下来，福宝惬意地吃完胡萝卜，小手搭在眼睛上，示意悲伤只留给自己。福宝看到爷爷后，飞速冲向爷爷门口。福宝想让爷爷陪自己玩，这是见过福宝最高的时速了，但就这时速，最后还是没能追上爷爷。今天的福宝是想让爷爷陪自己玩的一天。早上福宝刚出门就想回家了，福宝在门口待了一会儿，看到门口没有任何动静，福宝转身离开。福宝闻了闻地上的竹子，上面还残留着妈妈的气味。福宝此时还在吃奶阶段，所以小木床上的竹子对福宝一点诱惑力也没有。福宝来到了扫把前，抱着爷爷制作的大竹子扫把玩耍了一会儿。福宝玩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意思。福宝转身来到了小树上，福宝站在高高的树上，抬头望了望天花板。福宝这个时候对一切都很好奇，而且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福宝沿着独木桥来到了另一侧，福宝3两下爬到了树上。福宝对着竹子树一阵拍打，将爷爷不给自己开门回家以及不和自己玩耍的怨气全撒在了竹子树上。这边玩耍够了，福宝又爬到了树枝的另一侧，这边的树干明显比旁边的要细上很多，这给窗外的姨姨们看得提心吊胆的。福宝直接站在树的顶端，福宝在上面晃晃悠悠的，镜头拉远，福宝就像直接站在了空中一样，危险系数和难度系数直接拉满。爷爷看到福宝这个表现后，立刻来到园区，表示自己给福宝开门，让其回家。福宝听到爷爷的声音后，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福宝抓着树干从树上溜了下来，福宝从树上下来，飞快地跑向爷爷。福宝表示，这可是爷爷亲口说的，不能反悔。福宝此时开心的就像是一个200斤的小孩。今天爷爷来给福宝收拾竹子，福宝莫名的激动，从滑梯平台上摔了下来，吓得围观的姨姨们惊叫连连。福宝也摔懵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下来了。福宝坐在原地给自己缓了缓，之后福宝重新爬回滑梯平台，将爷爷前来安慰福宝，问福宝有没有事儿，顺便还给福宝清理了一下刚才在地上时沾得满身都是的泥土。福宝表示自己没事儿，爷爷不用担心。一会儿，福宝目送爷爷离开，自己坐在滑梯平台上乖乖吃着竹子。福宝打小就扛摔。一会儿，爱宝从室外园区营业完回来，发现小木床上一点吃的也没有，爱宝便直接回家了。不过走到小亭子旁边时，爱宝停下了脚步，给小亭子做了下标记。标记做完后，爱宝走向通道门口回了家。而在后面的福宝却看到了妈妈做的一切，福宝却悄悄跟了上来。福宝走到妈妈刚才做标记的地方闻了闻，之后福宝翘起尾巴，也在上面做起了标记。福宝这是将妈妈的气味擦掉，换成了自己的气味。福宝全身上下都是反骨。福宝之后来到小亭子旁，
福宝本想爬上去，结果低头一闻，发现妈妈的青团阻碍了自己的道路，2、3个青团直接挡住了福宝的脸。福宝反应过来后，扭头离开。无聊的福宝开始在园区里转来转去。一会儿，福宝看到江爷爷又回来了，福宝立马跑去追爷爷。这次爷爷来是来给爱宝放置竹子的。一会儿爱宝休息完来园区时方便吃。福宝走近，盯上了妈妈的窝头。毕竟福宝现在能够正常进食竹子了，吃个窝头更不在话下。所以江爷爷在旁边提醒福宝，表示那是给妈妈准备的。爷爷怕福宝给偷吃掉。饲养员正在收集福宝的青团，而收集大熊猫的青团一个方便袋足矣。福宝营业一场可以拉半袋的青团。早上姨姨来看福宝一家，姨姨发现此时乐宝正在室外园区玩耍。姨姨先来到了乐宝这里，刚好撞上了乐宝拉青团的样子。乐宝拉青团还不忘给姨姨们表演节目。乐宝给姨姨们来了个单腿站立拉青团。拉完青团，乐宝有点不好意思了。刚好奶爸将门打开，乐宝飞速跑回家去。与此同时，福宝也正在室外营业。福宝精挑细选着眼前的竹子，福宝从中选出一根最满意的，稍微吃了2口，便坐在了小木床上拉起了青团。福宝拉青团简单且直接。一会儿，江爷爷来到园区，为福宝清理了一下饮水盆以及小瀑布。而乐宝这儿正享受着秋日阳光的沐浴，在树上睡觉。乐宝享受的露出了微笑唇。福宝来到室内园区后，喝了点水，晃了晃自己的身子。吃饱喝足后，福宝来到了树上休息，但因为吃得太饱，福宝坐在树上打了个嗝。一会儿，福宝从树上睡醒，再次来到室外营业。福宝兴奋地向小木床上跑去。福宝从大老远就看到了小木床上的窝头。福宝睡醒时最饿了，福宝在小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吃着窝头。不过在吃竹子时，福宝不知道听到了什么，突然停了下来。福宝愣了2秒，然后继续吃。可能是被玩游乐设施们的游客尖叫声吓了一跳。福宝吃饱后也没有在室外园区继续玩耍，而是一屁股坐在了通道门口，让爷爷给自己开门。当门打开时，福宝还愣了一下。福宝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顺利。福宝走进通道门，回到了室内园区。姨姨则是需要重新去排队。等姨姨回来时，天都已经黑了。而福宝正在小亭子上做最后的检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之后的事情便是等待爷爷给自己开门，下班回家。随着福宝的长大，福宝和妈妈打斗时不会只挨打了，开始和妈妈有来有往。爱宝给福宝顶下床，福宝重新爬上小木床，给妈妈来了一个熊猫压顶。福宝对着妈妈一顿拍打，气得爱宝一下给福宝推了下去。爱宝掉头跑走，福宝则快速爬起，再次挑衅妈妈。爱宝走上前问福宝怎么个事儿，福宝则趁机给了妈妈一巴掌。爱宝看福宝这小样气不打一处来，爬到小木床上又给福宝揍了一顿，然后给福宝推到了床底下。福宝则紧紧抓着妈妈不让自己下去。随着福宝的不断折腾，很快福宝就给自己翻了上来，用脚在妈妈怀里踢来踢去，阻止着妈妈对自己进一步的进攻。古灵精怪的福宝开始往妈妈怀里去钻，最后绕到妈妈后面咬妈妈后背。爱宝趁机给福宝拱了下去。福宝精力旺盛，1次2次的摔倒并不会使自己认输。福宝爬到床上，又一次的对妈妈开展进攻，结果则是一次一次的被妈妈推下床。福宝咬着妈妈的脖子，爱宝用力给福宝顶到了滑梯的缝隙，然后腾出手给了福宝一个大嘴巴子，给福宝拍了下去。福宝没被揍疼，但爱宝都给揍累了。福宝站起来想扑爱宝，爱宝则伸手阻挡福宝。福宝趁机咬住了妈妈的腮帮子，这一顿拉扯，福宝显然占到了上风。爱宝回头叹了口气，爱宝打算去报仇。爱宝追到福宝冰床上，咬了一口福宝的腮帮子。此时天凉了，爱宝怕福宝在上面拉肚子，叼着福宝的脖领子就往小木床上拽。福宝则表示自己不去，甚至还当着妈妈的面在冰床上蹭起了屁股，故意气妈妈。一会儿爱宝离开，而福宝跟了上去。福宝有路不好好走，非要在地上打滚，给自己造得越来越埋汰。爱宝看了都不想理福宝了，怕福宝给自己弄脏身体。一会儿奶爸给爱宝把门打开了，爱宝回了家。福宝则看了看打开的门，考虑着自己要不要也回去。福宝则是主打一个叛逆，门开着时福宝不想回去，门关了福宝又想回去了。等门再次打开时，福宝又不往里走了。眼前的这些游客都是在排队去看福宝一家。来看福宝一家的游客们不只是韩国人民，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很多游客排队1小时只为观看福宝5分钟，运气好的游客可以看到福宝营业时的样子，运气不好只能看到福宝在树上睡觉时的样子。
但是很多游客认为能够看到福宝就很值了。为此，游客们在观赏福宝时都会拿出手机进行拍摄，毕竟5分钟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也有许多游客是因为在网上看了福宝可爱的视频后被吸引来的，觉得福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但来了之后发现福宝是在睡觉，感到很可惜。因为福宝睡觉时一动不动，就像是在看一张照片一样，但这依旧不影响每天的人流量。而每天5点40熊猫世界开始关门，工作人员开始疏散人群。如果遇到迟迟不走的游客，则是由福宝的护卫前来劝说，表示福宝要回家休息了。一会儿，有节目预约宋爷爷一起去吃饭，但宋爷爷表示自己要值班到8点才能下班。主持人表示自己可以等。等8点到了，宋爷爷脱下工作服，换上了一身自己的衣服，一身帅气的黑西服。之后，主持人和宋爷爷一起来到餐馆。此时江爷爷已经等候多时了，因为江爷爷今天不上班，便早来了。主持人给2个爷爷送上了一个礼物，是一个福宝的毛绒公仔。不过这还没完，另外还有一个为双胞胎熊猫宝宝测量体重的体重秤。2个爷爷看到体重秤后都特别高兴，因为这正是爷爷们所需要的。宋爷爷激动的不小心给头撞在了用来吸烟的烟囱上。之后3人便开始了家常聊天。江爷爷讲解到自己之前给福宝写过一封信，当自己写信的时候，江爷爷表示自己意识到福宝真的就像是自己的一个朋友。江爷爷觉得真的很神奇。从当时高兴的迎接福宝的出生，再到疫情的那段时间，福宝的出现影响很多各行各业里的人。福宝自身有种治愈人的力量，很多人甚至表示福宝能够治愈自己的抑郁症。简而言之，爷爷的意思就是福宝是一只神奇的大熊猫。小时候的福宝上班就像是逛游乐场一样，福宝一溜烟跑到了园区，福宝抓着小亭子的栏杆便爬了上去。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后，挑衅妈妈，说妈妈没有自己跑得快。爱宝给福宝撞了个满怀，然后躺了下去，宠溺的将福宝抱在了怀里。福宝却不想和妈妈贴贴，福宝趁妈妈回头的功夫跑到了秋千上去玩。一会儿爱宝跟了过来，福宝给自己从秋千上滚了下去，爱宝则趁机坐了上去。福宝给自己的后脑壳摔了一抹土上去，福宝爬起来后想去抢夺妈妈的秋千，但此时的福宝犹如皮肤汗数不自量力，爱宝坐在上面一动都没动。之后福宝认清了自己的力量，放弃了和妈妈抢夺秋千。福宝灰溜溜的跑到了树上，福宝通过独木桥走到了妈妈的下方。福宝挑衅妈妈上来，嘲笑妈妈上不来。福宝是聪明的，知道自己打不过，便开始用语言攻击，甚至还咬秋千的绳子，想让妈妈从树上摔下去。福宝真是鬼机灵，福宝在树上不断的挑衅着妈妈。爱宝的怒气值不断的飙升，直到爱宝忍无可忍，爱宝通过小滑梯爬了上去。福宝急忙走到树前拦截妈妈，福宝一下就钻进了妈妈的怀里，差点给自己弄得掉下去。爱宝则是赶紧给福宝扶正，防止福宝真的摔下去。虽然爱宝的动作幅度大，但对福宝的爱全都体现在了细节里。福宝在爱宝怀里大喊自己错了，爱宝这才放过福宝，让福宝爬了出去。谁知福宝出去后，紧接着又给了妈妈一巴掌。爱宝爬下滑梯，给福宝压到身下，福宝想溜溜不掉，被妈妈夹在了怀里。但福宝的重量也不轻，没一会儿，爱宝便坚持不住了。母女俩又来到小木床上继续打斗。母女俩从出门后一直打到现在，但始终没有分出个胜负。等最后母女俩都累瘫了，福宝趴在滑梯上喘着粗气，爷爷送来竹子都没有力气去吃了。早上宋爷爷上班来到园区，先摸了一下福宝的小脚，又给福宝投喂了一块胡萝卜。福宝表示爷爷下次记得换一下顺序。宋爷爷本想挑逗一下福宝，但结果被福宝咬住了。宋爷爷感觉怎么拽都拽不动，直到福宝给胡萝卜咬掉一半。宋爷爷给福宝清理了一下眼屎，清理完后，爷爷将剩下的胡萝卜递给福宝，然后又和福宝37码的小脚击了个掌。宋爷爷特意用手跟福宝的小脚比了一下，检查了一下福宝最近的脚丫有没有长。一会儿，爱宝来到园区，福宝来到妈妈身边，告诉妈妈爷爷刚才偷偷给自己了一块胡萝卜。妈妈没有。调皮的福宝说完后怕挨打，转身想爬到树上。福宝扭捏着小屁股，依靠在妈妈身上，感觉挺舒服，突然停下了脚步不走了，感觉到妈妈要揍自己。福宝转身跑走，打算换个地方爬。福宝先是爬到了小滑梯上，福宝看着妈妈的样子太惬意了，福宝给妈妈惬意的生活找了点事儿干。福宝咬完妈妈就爬到了树上，福宝看到妈妈想上来打自己，福宝俯下身阻击着妈妈。福宝看双手阻击力太小，福宝直接一屁股坐在了树杈中，像一个石墩子一样，这样爱宝推不开了。爱宝则一口咬在了福宝屁股上，毕竟福宝不是石头做的。福宝感觉到了疼痛，转头咬妈妈的脑袋，给妈妈推了下去。爱宝则并没有还手，
毕竟当妈的对孩子的调皮打闹都是能忍则忍。下一秒，福宝趴在妈妈身上，一个没抓稳，给自己摔了下来，但依旧没想要放过妈妈，紧紧咬着妈妈的脑袋。一会儿，爱宝忍无可忍，给福宝摁在身下，对着福宝的后背就来了一口，顺便给福宝推下了床。但福宝着实粘人，像个膏药一样粘在妈妈身上，推都推不开。爱宝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想法，爬到了树上，心想等福宝冷静一下再下去。一会儿，爱宝看着福宝吃起了竹子，心想应该没事儿了。爱宝缓缓从树上下来，福宝则趁妈妈快要下来时，又吓了妈妈一跳。爱宝心中默念：这个逆子，看样子福宝即将迎来第2顿打。今天福宝爬到了树上，给爷爷修理起了小树。结果在修理完小树准备下来时，福宝被树卡住了，这下尴尬了。福宝来回挪动着自己的小腿，试图给自己挣脱出来。爷爷让福宝给手机关了，怪丢人的。第2天早上，爷爷来到福宝房间，福宝听到爷爷的声音后，立马来到爷爷身边，跟爷爷说早安，亦或是想让爷爷给自己赶紧打扫一下房间。昨天福宝在房间里经历了一场大战，这场面不亚于福宝和其他的熊经历了一场混战，但事实上这个房间里只有福宝自己。爷爷给福宝打扫完房间后，福宝又开心地坐在一旁吃起了竹子，爷爷则在一旁问福宝为什么福宝吃饭吃得这么漂亮。一会儿，福宝再次出门营业时，明显没有了昨天时的浮躁，可能是昨天给自己卡在树上的感觉让福宝长记性了。福宝坐在小木床上，美美的享受着自己的窝头。爷爷看到了掉落在福宝耳朵上的树叶，爷爷说这是福宝的树叶发卡。爷爷夸赞福宝这样看上去更有美女的味道了。但下一秒，福宝吃完窝头后就蹲在爷爷面前拉起了青团。福宝一边拉青团，爷爷一边夸福宝拉得好。福宝就算拉青团都会得到夸奖。晚上下班，福宝睡在了床底下。或许小时候和妈妈抢床的画面仍然记忆犹新，习惯了睡在床底下，而且睡在床底下还有床的包裹感，或许福宝感觉这样更有安全感。福宝的心情总是犹如过山车一般。上一秒福宝烦躁的给竹子都破坏完了，下一秒福宝又坐在小亭子上伤感了起来。或许是福宝的青春期到了，亦或是2个妹妹出生后，福宝感觉自己受到了冷落，妈妈见不到，爷爷也经常在忙于妹妹的身上，这让福宝感觉没有了安全感。而2只熊猫宝宝则正在暴风式成长，而福宝则是不断的破坏园区来发泄。江爷爷在看到福宝这一现象后，也为福宝做了一些准备，比如给福宝增加更多的玩具，这可以让福宝的力气有地方去发泄，以及这个皮球是爱宝小时候喜欢玩的，所以爷爷觉得福宝也会喜欢。果然不出爷爷所料，在福宝看到皮球后，2眼已经开始放光了，就开始对着爷爷准备的皮球玩耍，最后睡觉时都抱着皮球。爷爷表示想必福宝梦里都在玩皮球，而爱宝这儿则一直在带娃。熊猫宝宝吃奶时，爱宝的小手还轻轻拍着熊猫宝宝的后背，爱宝的动作真的和人类母亲很像，而吃饭时也会时不时回头看向熊猫宝宝。爷爷讲到，爱宝随着熊猫宝宝的长大，身体恢复的也越来越好，而且吃的也越来越多。现在爱宝每天的青团量能够达到10公斤了。熊猫宝宝的长大减轻了爱宝的负担，爱宝吃完饭后便抱着熊猫宝宝开始睡觉，而爷爷这里正在给另一只熊猫宝宝排便。此时大熊猫还不会自己上厕所，所以需要对其进行辅助排便。爷爷表示每天会以5小时的间隔对其进行排便，排便完便开始喂奶了，看熊猫宝宝吃得多香呀。吃完饭后，爷爷会再给熊猫宝宝拍背，辅助其打嗝。除此之外，爷爷还表示等熊猫宝宝4个月大的时候，2只就可以彼此见面了，到时候熊猫宝宝就可以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到室外玩耍了。当爷爷走进园区为福宝打扫卫生，福宝这时却在树上给自己拉伸起了身体。福宝真是古灵精怪，爷爷喊福宝去室内，福宝回去后，爷爷走了进来，开始给福宝清理泳池里的落叶。爷爷将落叶清理到了围栏外面。秋天到了，每天都会有许多落叶飘落，小泳池如果不及时清理，容易堵塞。之后，爷爷又给福宝清理了一下饮水盆。最后，爷爷将福宝吃剩的竹子扛走。爷爷再次返回，爷爷看姨姨还没有走，对姨姨说福宝去室内了，可以去室内园区观看。而姨姨则表示自己想看爷爷为福宝工作的样子。姨姨给爷爷整笑了，之后将爷爷又对小泳池进行了2次清理，顺便检查了一下小瀑布的出水口。爷爷离开后，姨姨来到福宝这儿，此时福宝已经进入了梦乡，而隔壁福宝的爸爸乐宝正躺在小木床上吃着竹子。福宝醒后，爷爷给福宝投喂了一块胡萝卜，让福宝下来吃点竹子。福宝刚睡醒，此时有点迷迷糊糊的，福宝表示让自己在树上缓一缓，而江爷爷则在树下安静地陪着福宝。
看着福宝在树上挠头的样子，着实可爱。而爷爷则一直在下面等待着福宝，直到看到福宝从树上缓缓往下爬后，自己才离开。福宝从树上下来，先是来到小亭子后面，看了看竹子下面有什么好吃的小零食，之后才绕到小亭子上。福宝坐在小亭子上，从竹子堆里拿出来一块大窝头。福宝眯着眼睛，惬意地啃食着窝头。而与此同时，姨姨来到园区，给乐宝放置小零食。作为宝家唯一男熊，吃的当然要更丰盛一些。乐宝进门后，直冲小木床上的窝头走来。而福宝这里已经从树上睡醒了。福宝在树上伸了个懒腰，然后从树上下来。此时天已经黑了。福宝来到小塘以前吃竹子，竹子都是爷爷刚清洗过的，上面还残留着水渍。等福宝吃完竹子后，爷爷来到房间后，将瑞宝从盒子里抱了出来，放在了地上。爱宝听到声音后走了过来，将瑞宝放进怀里，开始为瑞宝舔屁股。而瑞宝此时已经等不及想要吃奶了。爱宝将瑞宝放进怀里，瑞宝一边吃奶，爱宝则一边轻轻地抚拍着瑞宝。姨姨们表示看到这个画面，简直心都要被暖化了，真的太治愈了。将爷爷，此时爱宝正在和熊猫宝宝睡觉，听到奶爸叫自己吃饭的声音，爬起身走向了奶爸。将爷爷一边喂食爱宝，一边还会宠溺地揉揉爱宝的小头。此时瑞宝也醒了，瑞宝看着妈妈一步一步离自己远去的身影，心想妈妈又背着自己偷吃好吃的去了。等爱宝吃饱后，返回瑞宝身边，继续陪瑞宝睡觉。